非为你活，谁要这名满九州？爱为我所有，才不枉生无敌手。凌风的高颂会让我觉得落空，绞尽所有，要和你生死相从。莫非爱才是准一生所钟？为何我越战越觉得苦痛？没能得到你许我的平凡朝暮，那情愿路回到落。若你怀中而不是云峰，穿过那迷雾一重重封锁。这是道生父与善恶孰轻孰重，只有爱给我天空海阔，只做你的英雄。小涛传口信给我，让我去连朝，说阿姐亲自去伯牙给姐夫请的援军。我当时以为唬我呢。阿姐和姐夫真是恩爱。小头为了我专门请小郎君为援军，女军那更是有情有义呀，亲自上了战场，助主公一臂之力。哎呀，伯牙这些援军呢，虽然来的晚了一些，但是肯定是有他的缘由嘛。什么有情有义？他就是惦记他的燕州罢了。行了，你们先随大部队休整，我待会儿呢，去一趟央水上游，去巡查一番，看看有没有留眼的余党，再继续作乱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去康郡找小头。我也没说我要去找你军呐，我真的就是例行巡查而已。那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。姐夫与阿姐都在此处，不如一起回康郡。一起回康郡？是啊，盘毅本就是我燕州的门户，只是后来送给了魏国，才以连城当的门户。顺着盘毅一路逆流而上，便能直达康郡。阿姐离家也有1年了，父亲和伯父伯母也都很想她。愿燕州国泰民安，伯父和伯母万事顺意，父亲身体康健，阿慈学有所成，长姐和姐夫白首偕老。我知道南君生气，我没有与你情投意合，那是因为南君写的是愿望，我写的是遗憾。南君近在咫尺，触手可得，但我对家人却只能遥祝，所以我才只写了家人，没有写南君。姐夫与阿姐成亲这么久，还没见过父亲和伯父伯母吧？先生可是身体不舒服，正好家中有曾经照顾祖父留下的方子，正好回家取来，先生试试。不用，我好了。太夫人和夫人对主公一定是万分牵挂，还是早些回余郡的好。哦，算了，我也不去了，我还要准备回去提经了。这去不了，这回连日征战，将士们都惦记着早点回家。我和他们一样。阿瑟说的对，这样，明日呢，你接应上你阿姐，跟她一同回家。那姐夫呢？有你跟伯牙的人护送，
我放心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帮我好好照顾你阿姐。等她玩够了，你把她送到魏国的边境，我必亲自相迎。我也得尽快回家了，我的家人在等着我呢。行了，今日早点休整，明日开拔。是。你有你的家人要见，我也有我的家人不能遗忘。所以主公真的是想家了？你是不是傻了呀？你忘了主公曾经在新都说过啥了？你们当时把我耳朵堵住了，我哪知道你们说什么？好，主公曾经在新都立过誓，说终有一日，这地康郡必将手刃贼首，诛灭乔族，收其忠子，断其血脉。所以主公不能去康郡。这我想去康郡见小桃了，真的吗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去求一下主公，我去送女君回家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就这么回来吧。哎，走了。你俩干啥呀？我困着，我就睡觉着。哎，这不是咱说要休息。哎呀，我是听话，走。哎，这放开我！百姓都知道替家里人来感谢我们，唯独这个受益最多的燕州女子不来。我们好歹也是为了她的家乡出生入死，这到眼前了，也不说出来探望探望，真让人失望。谁失望了？别在那胡说八道。主公，我说的是小桃，她都到了康郡了也不来找我，你生啥气了吗？主公，前面便是伯牙，可要进去探望。不必了，女军既然协同伯牙援军来支援我们，想必诸军都帅也在其中。主人既然不在，我们也不便打扰。主公，当时就在这片林子，我亲眼所见伯牙诸军都帅那一身武力。当时我见他就那么一拳下去，一只活生生的鹿就被他打翻了，然后康先生就带过来了。将军，将军，你为何会在此处？主公，这边是伯牙诸军都帅比至将军。将军，我主魏侯。魏侯，你竟然没有亲自带兵出征排异作战，为何要出征排异？啊，将军不知排异作战？没有援军，叫女军如何扭转战机？是魏后夫人乔女，如果我们能将她擒下，必定是大功一件。来人，准备渡河，捉拿乔女。且慢，夫人何故一人至此？总不能是想以一人之力抵挡我们2万大军吧？我不行，但是颍水可以。禀将军，河道水面已降下不少。如此，我们可以直接渡河捉拿乔女。将军还犹豫什么呀？出嘴！倘若他们在上游筑建堤坝，拦水蓄水，只待我等涉水渡河，然后再以水攻之，你可知后果？这……别说我们2万兵马，就算是5万，也将埋骨于此。纵然不能生擒乔女，可殿下勒令我们前往支援，不得有误。难道要抗命不成？刘演得位不正，弑父杀弟，又用铁血手段让尔等臣服。如今让你们前来支援，若是成了，未必有功；但若是不成，必定有过。你跟着这样一个恶毒之人，就不怕兔死狗烹吗？然而我的夫君威侯，为了援助四方治水修渠，
让刘远这个小人趁虚而入。你们跟着这样一个不仁、不义、不忠、不孝之人，就算今天被水公计策诛于此地，在史书上，也不过是允于天道4个大字。不知各位将军，敢不敢搭上性命荣辱，与我豪赌一场？让刘启还有3郎为父王殉葬，幼子何辜？后方空虚，担心敌方突袭，我军不宜前行。撤！撤兵！女君，没事吧？哎呀，春娘这颗心揪的，以后可不能再这么冒险了。南军以梁牙兵兵力悬殊，若是刘演再搬来援军的话，恐怕会雪上加霜。不过南军放心，我会去伯牙请援军，为南军守住后方。终究达成了对他的承诺。小乔没来过吗？女军倒是来过，不过来日便走了。魏侯若是来接女军，那可真不巧。他应该是直接回于郡了。不可能，军情上报说女军在鞅水上游。他要是回了于郡的话，那盘邑的水灯，定是女军放的。唯愿夫君无恙，平安归来。将军，请问女军来伯牙的时候可带有人马？阿范说女军阵仗大，可见与魏侯感情颇深啊。带了多少人？数百人吧。多少？数百人。几百人？伏击刘演数万人马。女军要伏击刘演，那这数百对阵数万，这个女军单枪匹马走上战场对抗数百人有何区别？此中凶险难以得知，女军的胆识真让人佩服。此番孤身来救又孤身归家，不知女军心里是何等滋味啊！副将在，带大部队回去，其余的人跟我来，走，是，这。什么？你说蛮蛮去了战场帮魏侯打仗？阿范，你慢一点。听说伏击梁牙数万人马，那他可有受伤？怎可如此冒险？不知，女军应该不在队伍当中，她此时应该是回了康郡，魏侯的人马已经去追了。阿范，你可有事？我的确有件事情在瞒着你。你说蛮蛮会不会真的生我的气？你们毕竟是姐妹，女军怎会生你的气呢？若她真的因此受伤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也想回康郡一趟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是不是太过任性了？此前不见蛮蛮兵马，如今又要强求你陪我归家。阿范，你多虑了，我们明日就回康郡。
清醒，眼睛也挂着泪滴，雪随着风回去，散落在哪里？我自愿难再续，也只好分离。女君就算担心南军的安危，也没必要亲自上战场涉险吧？此战本来就是因为燕州和连城而起，南军本来就人手不够，还兵分两路，全胜的局面多添了3分凶险，而佛崖又添3分险。如此局面，我只能拼尽全力为南军搏一个机会。女君待南军之心赤诚，南军待我亦然。我不想辜负他，若是只有我一人，便可像今日一样为他舍生忘死，使我还有我的家族和燕州百姓。女君的苦心，南军终会懂得。小郎君已经安顿好了。小郎君已安顿好了。女君，这雨是越下越大了，还不知道今夜要怎样恼人呢。在余郡还甚少下雨呢，这要回了燕州，还有些怀念呢。这南军应是回了余郡吧？别说了，你以为女君不想念南君吗？此次女君归宁，是多么希望南君陪同，一起回去见家人。女君，这雨也太大了，我们要抓紧时间赶路渡河，否则这水涨起来，我们就过不去了。还是尽快赶路吧，到时候桥要是封了，就走不了了。这里便是燕州地界，女君要不要顺势回去看看？一路逆流而上，便可直抵康卷。那咱们就跟南军会合，一同回康卷。女君成亲1年，哪有独自归宁的道理？我们终归不是寻常夫妻，我就在此地等他到明日。若是他有心，我们就一同回去；若是无心，我也不强求。前方桥已淹没，你们回去吧！啊！紧赶慢赶的，还是没有赶上。哎，如今这桥已经被淹了啊，咱们今天只能借宿在这儿。啊，这渡口附近的战车都找了，女军应该是已经过河了。那今日先住这儿，明日到下个渡口再说。好，店家，哎，来了。店家可有膳房？有。一箱。主公，解封。乔辞。女军呢？南君，我还以为你过桥了呢。没有啊，这2天下大雨，路上危险。倒是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们也是刚到的嘛。现在好，女军和南军见面了。我要想见小桃，那得去康郡了嘛。但是我做到了。我虽然没有给你找到援兵，但是我把刘演的那些人都拦下来了。你怎么能擅自做主呢？你就算借不来兵，你也应该跟主帅知会一声。你这种行径在军营里是挨军棍的，你明白吗？没受伤吧？啊，对，
怪我违背了军令状。像这种情况，南军见了我就应该给我100多丈军棍，不然都算轻饶了我了，是吧？哎，南娟，女军犯险亲临战场是为了谁呀？还不是怕援军不到，南军战败受伤吗？这几日，女军一直想念南军，南军怎好伤了他的心呢？主公，这好不容易见到女军，你就不能说2句好听的啊？哎，主公只是口不择言罢了。你可得了吧，教的那曲儿就是唱不了。来的路上那唱词不是背得好好的吗？让你说2句好话，烫嘴呀。姐夫多久学的唱曲？好了，都怎么跟主公讲话呢？早点休息吧。你也是，得再温柔点。散了。哎呀哎，有这马气的，窝一把。睡了，让主公自己想想。南军不在自己屋里好好休息，跑来我这儿干什么？哦，谢谢南军。你这屋炉子烧得不够旺，不冷吗？你冷啊？我不冷，我是担心夜里凉，你再冻生病了。春娘去帮我取了被褥来。这被子一看就太薄了，不行。那不是有2床吗？够暖和的。2床也不行。我房间的炭烧得特别暖。小枣去取柴了。南军若是还觉得冷的话，不如让你底下那几名猛将去砍些柴来，估计够整个客栈用的。我冷还不行吗？这几日我过得很不好，睁眼闭眼都是你。有的时候从半夜梦中惊醒之后，发现你不在身边，就会觉得很失落。我很想你。谢谢你救了燕州，也谢谢你愿意来选我。迷岛一事，是我对不住你。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。今日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我今日是关心则乱，本来是有问题想要问你，却不知如何开口，所以就口不择言。我不是故意要凶你的。南军要问我什么？我想问你，你借兵被拒之后，为何不回豫郡，而是要孤身上战场，去拦截6眼的援军？你不怕吗？然后不害怕吗？
是我爱的人还在战场上，我答应过他要为他御敌的，不能食言。我爱他，可以为他付出一切。他胜了，我陪他胜；他败，我陪他败。我想让他觉得我不喜欢他了，我不爱他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。只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拿我的亲人，还有燕州的百姓做赌注。但是我想让他知道，对于我来说，他和他们是一样重要的。我明白，都是我的错。妈妈，今日我有些心里话想要对你说。我一直要求你对我坦诚相待，但却忽略了你的难处。我从博崖往回赶的时候，我得知你上战场助我就顿时明白你何其的两难。你对燕州、对魏国、对乔家、对魏家，你做了那么多，我还不理解你。包括你长姐都怪你，但事实是，已经没人比你做得更好了。你跟我这层关系，也不可能有人比你做得更好。而且，你在两族之间周旋，但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第一个受伤的一定是你。我也想过要放下仇恨，甚至觉得自己已经退让的够多的了。但那日你问我是否会放弃复仇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我竟然从头至尾没有给过你任何的承诺，而你却一直活在这样的压力之中。我得知你来助我，其实我是有些怕的，我怕你后悔，怕你觉得我不值得，所以我返回来追你的时候，我就一遍一遍地问我自己，我如果失去了你，就算让我杀尽了仇敌，就算让我得了天下，但余生没有你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个混蛋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却从来不知道怜惜你，爱护你。我以前说过，只要我让你生气了，你可以随便打我。今日我让你伤心了，你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但是千万不允许跟我离心，也不许怀疑我对你的情谊。我不疑你的真心，你也不许疑我。打我！哎呀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妈妈，我想随你去康郡看看。我很好奇，好奇你长大的地方，好奇你的家人，好奇你的百姓。而且祖母也跟我说，让我放下仇恨。所以我想，可能只有到了康郡，我才能真的放下。我
夫君真的为我付出了很多。那是因为你在危难之中没有丢下我。月光似深海无言，却隔岸。曾和西厢梦点燃，又怅然。划过我指尖，悄然拨动了心弦。恍若故人，却又隐忍痴念。各战士铁卫，原地休整。是，传令下去。原地休整。原地休整。原地休整。殿下，喝口水吧。启禀殿下，我方此次出征，共计10万人马，亡56938人，伤4276人，逃兵18052人，余36934人，其中幸存将军只有3名，副将5名，几乎十不存一。属下恳请殿下重整旗鼓，再战盘邑，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啊！殿下万不可！我军在兵力优势的情况下，仍然吃了败仗。如若再这样硬碰硬打下去，奴担心梁亚国都可能要被打没了。此战会输，只因林贼临阵脱逃。若非如此，我们梁亚国的大旗没准早已插在了盘邑的城楼上。若逃得再慢些，说不定魏国的旗帜已经插在了你的尸骨上。你都闭嘴！殿下，不是奴多嘴，臣下们本来就对殿下继位一事心存不满，如今又打了这样一场败仗，如若再一意孤行，梁亚国怕是要出大乱子。谁若不服，杀了就是。现在这个时候不能来硬的。奴以为，面对宗亲重臣，还是应以安抚为主。等回去后，奴愿替殿下拉拢安抚宗亲重臣一番。殿下何须向臣下示好啊？只需殿下下令，我便将其铲除。刘襄，属下在。盘邑一战，援军延误，林将军率2万兵马临阵逃脱。本王命你将其捉回，若有抵抗，格杀勿辱。是。其余兵马随我回梁衙休养生息，暂且休战。殿下，这可有异议？属下遵命。殿下明智。等回到赤郡，我一定会好好为殿下拉拢安抚宗亲重臣的。不过，殿下也应做出一副虚心认错的样子，才好有个交代。毕竟，殿下还年轻，有的时候也应该听一听长辈的意见，会少走弯路。殿下说，是不是？
小郎君回来了。父亲，伯父，伯母，我带阿姐和姐夫回来了。我就知道在家等准没错，女君一定会回来的。魏侯之子，荣幸之至。这是魏侯第一次来康郡，是魏国与燕州关系的一大跨越，必要好好庆祝一番。哎，你拽我干什么？你怎么不找我呢？我找你干啥？父亲，我找女君。伯父伯母，回来就好。早就嘱咐过你要好好侍奉魏侯，怎么离家久了规矩就忘了，还要让魏侯去服？是我自己要服的。魏侯想服就服，满满，这是你的福气。父亲，回来就好。魏侯，长姐和姐夫来了。阿范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我这2个女儿都回来了。今日喜迎魏侯，不必理会其他人。府中已经备下了酒饮餐食，随我前去便是。父亲、母亲、叔父。魏侯放心，今日你助我收复连城，他日若有所需，燕州必不会推脱。许久未见，你已是伯牙诸军都帅了。不论身份是何，你只要对阿范好，便是我们乔家的女婿。叔父，魏侯一路舟马劳顿，还是随我回府吧。对了，那日还忘了感谢将军了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找不到女婿。多谢了。一家人何须如此客气？比之虽出身于乔家，但毕竟……女君说的是，姐夫。那便是一家人。说了这么久的话，在风中站着，回家去，让魏侯和蛮蛮好好休息一下。长姐身子重，也不宜劳累，回家吧。好，没有请。这么多人呢，你注意一下。主公。这魏侯认下了比制，倒没认您啊。阿姐，长姐夫都这么厉害了，伯父还嫌弃人家。倒是伯父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要是让祖父知道，肯定气死。你祖父可没教你们去妄议长辈啊。这些下人都是之前伺候过你们的，在这等着给你们请安呢。恭迎归宁，都上。谢女君。他们还给你们做了点心，缝了衣袜，都惦记着你们呢。那伯母，你给我准备什么了？你的屋子都给你布置好了，香薰也是你之前喜欢的味道，我都记着呢。今天的晚饭也是你爱吃的，都是你父亲亲自给你安排的。他在娘家有别人照料，事事可是他的心意。可他出来我家，却事事照料别人。请喝茶。可着我的心，不知满满辛苦否，委屈否？
你陪威侯四处逛逛，随意些才好。我带你长姐回去休息。好。走吧。好啊，我正好想看看你以前生活过的地方。走吧。你们也去找些熟人玩吧。是。刚才那个是正院，这个院子是我和长姐住的院子。你们燕州果然好兰草，到处都是。这儿比宜君暖和，花也开得早一些。这有棵梨树，以前没事的时候就总坐在下面喝茶。我带你去逛逛别的地方。妈妈，你会不会怪我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在你们家的时候，也像珍宝一样被捧在手心上，但在魏国，你却处处小心谨慎。我魏国并非樊笼，但对你而言与樊笼无二。而且我也没见过你如此的自在过，是我做的不好。南君待我极好，和南君在一起的日子，我很自在快活。那好，那这康郡是你的家，于郡也是你的家。月光似深海无言，却隔岸。曾和西厢梦点燃，又怅然。划过我指尖，悄然拨动了心弦。恍若故人，却又隐忍执念。情字尽头无所求，皆只缘。曾辗转朝暮人间，难两全。烽火中聚散，相拥刻下温柔缱绻。惊鸿一眼，此生怎能忘却？我愿跨越山海，赴你的风月，等白首一如初见。江南烟雨不是落在你眉间，心上留恋。我愿斩断宿命，护你的笑颜。哪怕身后是风雪，再多浮沉，只为这一生思念，此生不枉然。我愿跨越山海，赴你的风月，等白首一如初见。江南烟雨不是落在你眉间，心上留恋。